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下行，曾经引领时尚生活方式的中产白领们，已经越来越难维持自己梦想中的生活方式了。曾几何时，拥有一台戴森吹风机是精致中产的标配，更是社交媒体上彰显品味的象征。今天的视频，我们就来一起盘点一下，有哪些生活刚需是被制造出来的，又有哪些曾经的刚需，如今却在消费降级的潮流中被抛弃。曾经拥有一台戴森吹风机是社交媒体上彰显自己生活品味的必备神器。女明星在化妆间随手一拍，镜头角落里那台戴森无叶风扇静静地诉说着格调。网红们的开箱视频中，那只银色金属质感的高速吹风机，总能引发评论区一片羡慕哭了的赞叹声。有着家电界爱马仕之称的戴森是许多家庭的首选，甚至于拥有戴森3件套成了精致中产们的标配之一。戴森的崛起无疑是一场精准击中消费者心理的营销奇迹。2012年，瞄准中国中产崛起，推出 Supersonic 吹风机，搭载11万转马达，与气流倍增技术，定价2990元。这个价格是竞争对手的10倍。2016年国内销售额暴涨244%至57亿元。与传统吹风机的塑料机身相比，戴森吹风机采用了金属质感与极简线条的设计，成功打造出了科技奢侈品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它成功地将吹风机从实用工具升级为生活方式的象征。在小红书上，测评标题清一色地写着“戴森吹风机贵但值得”，你的头发配得上更好的价格，恰恰是戴森神话的核心。当国内市场均价300元的吹风机还在比拼风速和功率时，戴森直接将价格锚定在3000元以上。这种销售策略看似冒险，却精准地切中了中产消费者的炫耀需求。用一台吹风机来划分阶层，远比买一个奢侈品包更隐晦且高级。一时间，戴森吹风机成了婚礼伴手礼、年会大奖，甚至女性独立奖励的热门选项。然而好景不长，戴森还是低估了中国厂商的无与伦比的模仿能力。2021年，一家名为赖芬的国产吹风机品牌悄然上线。它的外观与戴森几乎孪生，风速参数也不相上下，但价格却只有599元。起初，赖芬被嘲讽为山寨货，但很快消费者们发现，这款吹风机的吹干速度与戴森并无明显区别，噪音甚至更小。一位美发师在抖音上进行对比测评时直言不讳，戴森的优势只剩 logo， 而那个 logo 不值2500元的差价。深圳一家戴森代工厂老板透露，戴森吹风机的核心是每分钟11万转的数码马达。我们拆了10几台机器，半年就研发出性能接近的国产马达，成本不到戴森的1/3。到2023年，国内高速吹风机品牌从16家暴增至104家，价格战直接碾碎了戴森的利润空间。然而，戴森遇到的不仅是国内的山寨货的围攻，实际上，这时候的中国经济已经遭遇到了极大的麻烦，中产们的钱包正在急速失血，他们不再追求时尚的生活氛围，他们需要极致的性价比。中产消费者开始逃离。以前戴森是圈层标识，现在同事桌上摆着赖芬，我再用戴森反而像冤大头。而价格敏感型用户依旧不买账，2000元买吹风机，国产300元的一样能用10年。面对国内的经济低迷，政府一再鼓励民众消费。虽然这些鼓励措施遭到了很多人的嘲讽，不创造就业，拿什么消费啊？尽管消费在降级，但一些被创造出来的新需求却已经深深扎根我们的日常，比如瓶装水和外卖。矿泉水品牌农夫山泉2022年营收332.39亿元，
农夫山泉创始人钟闪闪2021年至2024年连续4年蝉联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榜首。2024年胡润富豪榜显示，钟闪闪财富为4562.7亿元人民币。2025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估算财富为4050亿元人民币，全球第24位。另外一个被创造出来而被广泛接受的刚需就是点外卖。中国人素来以自己的美食文化自豪，从将相王侯到底层民众，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说民以食为天。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也变得更为精细，人们不再执着自己动手做饭，外卖满足了时间效率和多样选择的需求。尤其对90后、00后，点外卖被视为解放厨房、提升生活品质的象征。2022年，中国外卖市场规模达 1.2 万亿元，用户规模超5亿。受到消费降级的影响，2024年美团外卖低价套餐20元以下，占比从 40% 增至 55%。但是外卖这种服务已经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从而成为了人们生活的硬性刚需。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比从 29.8% 升至 30.5%， 真实地反映了生存型消费的增加。2024年外卖市场规模达到 1.4 万亿元，低价套餐20元以下订单占比从 40% 增至 55%， 客单价从45元降至38元。外卖的出现就像一道魔法，瞬间解放了我们。它将繁琐的厨房劳作压缩成手机上，方便的下单。在加班深夜疲惫的时候，对自己的安慰和奖励。外卖满足了效率最大化和时间自由度。我们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到那种每天花数小时在厨房里忙忙碌碌的生活方式。外卖不再是偶尔的犒赏，而是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成为了我们为了平衡工作、生活与个人休闲而不得不依赖的时间刚需和便捷刚需。从戴森吹风机的跌落神坛，到农夫山泉的逆流而上，再到外卖从尝鲜变为刚需，我们今天的盘点或许让你看到了一幅复杂而真实的中国消费图景。它不再是单一的升级或降级，而是各种力量交织，重塑我们生活方式的深刻变迁。在经济潮汐的起伏中，刚需的定义也在不断被改写。曾经的身份象征可能被平替，而一些看似细微的服务却可能因为解决了现代人最核心的痛点，无论是稀缺的时间还是对确定性的追求，而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未来我们或许会看到更多类似的变化，消费不再仅仅是物质的堆砌，而是对价值、效率和生活本质的重新考量。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或许是一次回归理性的机会，而对于企业来说，则是一次重新思考如何真正满足用户需求的挑战。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和经历。你认为在当下这个时代，哪些才是你生活中真正的刚需呢？我们下期再见。来到了天津卫啊，嘛也没学会，光学会了开汽车。